神秘组织究竟如何下手，竟让知名科学家接连自杀？搞科研的骨干专家眼睛里竟出现神秘倒计时。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寂静了1万年的宇宙忽然沸腾起来？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欢迎收看本期《走进》。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爆款剧《三体》。这部剧的同名原作，我想大家肯定没看过，也一定听说过。要我说，《三体》千好万好，唯有2点不好。一个是影视化改编困难，另一个是入坑太难，尤其是第一部，前期节奏缓慢，再加上硬科幻的门槛高，劝退了不少读者。可万万没想到，第一个影视化改编难的问题被剧版《三体》一步到位解决了。一经播出就以高度还原原著上了热搜，但也有很多路人观众觉得观剧门槛还是太高，节奏太慢，进不了坑。所以偏偏今天就来一个保姆级解说，专门针对那些想入坑但是进不去的朋友。相信我，只要坚持看下去，你迟早会欲罢不能的。既然是针对路人为主，那么我会在剧版的基础上适量做一些减法，但是对原著里有剧版没拍的重要内容或者有趣的点，我也会加以补充。对于剧版改动较大或者额外增加的情节，我也会着重标注。咱们讲到哪儿是哪儿，绝对不会提前剧透，破坏大家的观剧乐趣。所以已经处于全知视角的原著粉们，还请多多包涵。本剧从1979年的一条穿孔纸带讲起，一位穿着绿军装的女士编译出了纸带上的内容。随后，她来到这个神秘基地的主发射室，趁夜班的同事都打瞌睡，将天线对准初升的太阳，按下了发射按钮。这位女士是谁？她到底做了什么？这是本剧最大的悬念。我们先按下不表。时间来到了2007年，物理学家杨东服用安眠药自杀，他的遗嘱写在一片白桦树皮上，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物理学不存在了。离谱的是，这个自杀案件居然被军方接管了。负责调查的是先帝超越未办而中道蹦迪的被停职刑警于和伟扮演的史强。而史强对杨东的自杀也只有一句评语：又他妈是物理学不存在了。为什么军方会接手？因为近2个月以来，全世界有不少科学家自杀，他们自杀的理由都是物理学不存在了。而军方在更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有一伙敌人在进攻科学界高层，所以全世界的军事力量都联合起来了。经过调查后发现，所有自杀的科学家都和一个叫科学边界的组织接触过，但人家是合法的，而且成员都是国际知名科学家，直接去调查实在太敏感。最好的办法是请科学界的朋友帮忙，加入到科学边界当卧底。于是他们就盯上了一个叫汪淼的人，曾然与科学边界有过接触。他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物理学家，搞纳米材料研究。汪淼也是被史强请到作战中心开会的时候才知道科学家自杀的事，尤其是杨东的死让他十分震惊。认识。一瞬间，汪淼知道大使不是个简单人物，属于外粗内细，观察力很强。这话也确实说到汪淼心坎了。虽然他只见过杨东一面，但对这个知性的美女有种莫名的欣赏。了解大致情况后，作战中心的常韦斯将军他亦和汪淼详谈，请他加入科学边界做卧底。汪淼表示，这个组织的确招纳过他，但他这个人没什么兴趣，也不想趟浑水，就此拒绝了。这话引起了史强的不满。已经有那么多书呆子自寻短见了，你再派这样的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在原著中，大使这招激将法立竿见影，汪淼立马就答应了做卧底。剧版的汪淼虽然嘴上依旧拒绝，但心底里已经被种下了好奇的种子。查韦斯礼送汪淼路上，他向汪淼解释了一下，史强这个人的确是人也厌狗也嫌，不过刑侦和反恐能力非常出色。常将军当连长时，史强就是他手下的兵。现如今常规的刑侦思路破不了科学家自杀的案子，所以史强这种野路子才得了青睐。汪淼还是好奇科学家自杀和军方有什么关系。常将军则表示，这是一场战争，战争当然和军方有关。汪淼还在疑惑，和平年代哪来的战争？常将军就问了他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什么重大变故？如果没有，那说明你的人生是一种偶然。几千年来，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变故，那就说明这些人的生活全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常将军说完，转身走人，徒留汪淼原地蒙圈。屏幕前的各位懵不懵？这是《三体》中最振聋发聩的金句之一，我放到视频最后再给大家详说。汪淼拒绝之后，常韦斯和史强还在商量着卧底人选的问题。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专家还有一个名叫丁仪的人，他是杨东的未婚夫，也是著名的基础物理学家。老陈觉得此人可堪大任，但大使坚持这事必须得让汪淼来，原因就一个，
科学边界吸纳的成员都是搞基础研究的，唯有汪淼这个搞应用物理的是个例外，所以此人身上一定有敌人想要的东西。散会以后，汪淼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到了杨栋的未婚夫丁仪喝酒。他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除了对杨栋的一点私心，他更想知道物理学不存在到底指的是什么。于是丁仪就给汪淼做了个简单的实验，首先在台球桌上摆一黑一白2颗球，让汪淼将黑球打进袋，然后把桌子挪到不同的位置，但是球在桌子上的相对位置不变。重复了4次，第5次他们把台球桌又挪回原来的位置，每一次汪淼都能把球打进。这5次实验每一次结果都差不多，所以很容易总结出规律来。但假如这个实验结果完全不一样，那问题就大了。比方说，汪淼第1次打台球，球进了，挪了桌子后再打，却发现黑球在无规则的胡乱运动。第3次，黑球直接飞到了天上。第4次，黑球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麻雀一样，在房间里飞来飞去。说到底，人类的物理学就是观测自然现象，然后总结出规律。如果自然现象是混乱的，让人总结不出规律来，那物理学也就不存在了。汪淼敏锐地意识到，这么离谱的事情可能真的发生了，就在杨东负责的基础物理研究方向。随着丁仪的爆料，汪淼终于知道10个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杨东正在良乡加速器实验基地准备进行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看起来毫无问题的实验，但3次测量的结果不光和预测数值不一样，还完全没有规律。当时杨东还以为是数据没测准，正好他的老师费曼教授打来了电话，要他的实验数据。杨东不知道的是，在他做实验之前，有一个神秘的女士就带着实验结果来找费曼教授。等杨东的实验数据传真过来，老头一对照就懵了，居然一模一样。费曼老爷子受不了这么荒谬的结果，他的科学信仰完全崩塌，于是选择了自杀。等警方找到杨东和丁仪的时候，杨东敏锐地发现自己传真的实验数据被打印成2份，其中1份的时间居然在实验发生之前。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世界有 bug。如果你还不太明白，那么搭配以下2个故事可能就懂了。汪淼曾经参与过科学边界的讨论，他知道这个组织里在讨论2个假说，一个叫射手假说，一个叫农场主假说。假如有一个百步穿杨的射手，在靶子上每隔10厘米打个洞，再设想这个靶子上活着一种2维生物，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宇宙的物理规律就是每隔10厘米必然会有一个洞，这便是射手假说。另一个农场主假说讲的是在农场中养了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11点都会给火鸡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近1年都没有例外，于是他认为每天上午11点就有食物降临，是这个宇宙的规律。但第2天上午11点，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杀了，因为这天是感恩节。再解释一下，人类就是农场里的火鸡，我们看到的自然不是真正的自然，那我们所发现的规律也就不是真正的规律。我们之上还有更高维度的生命存在，左右着我们的命运。正是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绝望击垮了那些物理学家。简单总结一下，其实费曼教授被人提前剧透实验结果是剧版原创的剧情。原著中打败物理学家的是欧洲、美国和中国3个对撞机组，每次实验结果都完全不同，找不出任何规律。于是乎，他们纷纷怀疑人类的科学探索到了无法触碰的边界。而剧中加入费曼教授的事迹，用未卜先知这种更能被理解的神迹，配合射手和农场主2个假说，告诉观众，科学边界作妖是想要科学家们以为自己是农场里的火鸡，从而无心在开展科学研究。但人类真的是地位生物吗？科学边界究竟是怎么做到未卜先知的呢？这就是汪淼要探索的真相。和丁仪夜谈之后，汪淼又来了一趟科学边界。组织的负责人就是本片最有魅力的反派之一申玉飞，他就是之前给费曼博士数据的神秘人。对汪淼的到来，他显得异常淡定，仿佛一切了然于心。这次聚会讨论的主要内容仍旧是射手和农场主假说。汪淼亲眼看到参会的学者在申玉飞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崩溃。散会后，他发现史强在附近等着自己。汪淼意识到自己不光被申玉飞拿捏了，也被大使拿捏了。这会儿上次玩激将法，就是算准了他一定会去科学边界，所以监视着他。史强提醒汪淼关注一下杨东的死，过2天就是杨东的葬礼，可以去一趟。汪淼知道这是在给自己下套，但也得往里跳，气冲冲的让史强送他回家。史强回去向常伟思报告，汪淼正按照他们设想的那样，马不扬鞭自奋蹄的寻找真相。然而汪淼的调查进度并不理想。这天他参加了杨东的葬礼，葬礼后专门和杨东的妈妈聊了一会儿。这位平平无奇的老太太名叫叶文洁，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汪淼想把自己拍摄的杨东的照片送给叶文洁留个纪念，却意外发现照片上多了一行数字，于是找了个借口留下了这张照片。这一段是剧版为了衔接剧情添加的。原作中，汪淼是周末出门玩摄影，自己发现照片上有数字，随后的剧情就几乎和原作完全一致了。汪淼回家后发现自己拍摄的照片都有一行数字，不光出现在照片的正中间，而且还能根据画面背景改变颜色。
确认不是机器故障后，汪淼把照片上所有数字都抄写下来排列，发现这他喵的不是乱码数字，而是一个倒计时。他又拿着相机对家里随便拍摄，把照片洗出来一看，还是有数字，倒计时在继续。不久后，老婆孩子回来了，老王把相机交给了妻子李瑶，让她随便拍几张照片。汪淼可不希望这串诡异的倒计时出现在自己孩子脸上，他让李瑶随便拍一些其他东西。拍完后，汪淼赶紧去洗，可这次的照片却毫无异常。汪淼知道自己这把高端局了。这件事情恐怖在哪里？汪淼用的是机器相机，想要在胶片留下影像，需要一个放射源。而要做到自动分辨背景、改变颜色，还能实时读秒，并且还能保证无论汪淼从哪个角度拍，放射源都能准准打在画面中央，这根本就不是人类拥有的能力。为了再做一次对照实验，他管邻居借了数码相机，让媳妇和女儿拿数码相机再随便照几张。随后他拿出自己的胶片相机，和女儿一起照，然后交换一下相机再照。总之就是各种控制变量，制造更多实验样本。最终得出了结论，无论是用数码相机还是胶片相机，凡是汪淼拍的照片都有倒计时，凡是别人拍的都是正常照片。为了展现倒计时的压迫感，剧版随后让汪淼冲出家门，开车瞎逛。夜间一阵远光灯闪过，汪淼发现那个照片上的倒计时居然他喵的转移到自己眼睛里来了，就算闭上眼也看得一清二楚，吓得他赶紧一个急刹停在路边。跟踪他的史强也看出了不对劲，把门开开，看见什么？脑袋能碰着吧？汪淼谢绝史强的好意，惊恐地驾车离开，在街上跌跌撞撞发神经。此刻他发现这个倒计时居然还能根据他看到的背景自动改变亮度和颜色。在原著中，汪淼并没有飙车，他是睡了一觉起来后发现了眼中的倒计时，就算对着太阳看也依然清晰可见。汪淼回到家里，妻子李瑶还在等他，毕竟汪淼的状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不对头。李瑶是个大夫，简单了解情况后便联系自己在同仁医院当眼科专家的同学。此时汪淼眼前的倒计时仅有1100多个小时，大约49天的时间。这里有一处好玩的改编，原作里汪淼是到了同仁医院直接找李瑶的同学加塞就诊，也就是走关系，而剧中则改成了你早点起，头一个去，让他在开诊之前给你看看。第二天，汪淼去检查了一下，结果啥毛病没有，大夫估计是飞蚊症。汪淼解释自己不是飞蚊症，因为他眼前是一串不断变动的数字。随后大夫断定汪淼是受精神因素影响，让他多休息，就差准备尿检了。其实剧版在这里还省去了一段情节，原作中汪淼问大夫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远程方式让人看到什么东西。大夫想了想，说曾经有宇航员报告过在宇宙中看到过不存在的闪光，那是高能粒子打在视网膜上，所以是神经感受到了光线。原作这里其实暗示了倒计时的形成原理，不过再多说就剧透了，咱们接着往下看。汪淼从医院回来后想起了科学边界，于是打电话给申宇飞，而申宇飞好像在等他来电一样，直接给了个地址，让汪淼来他家里一趟。要说申宇飞的家可不简单，汪淼一进门就看见个不修边幅的男人，满屋子摆的都是他的演算稿，除此外还有一台价值几百万的计算机设备给这个男人使用，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在研究什么。等汪淼来到儿童书房时，又发现申宇飞在玩 VR 游戏，那可是2007年，这样一套装备肯定价格不菲。更奇怪的是，当汪淼拿出照片诉说遭遇的时候，申宇飞仅是简单扫了一眼就开出了药方。你领导的纳米项目怎么样了？把研究停下来，停下来试试。汪淼听这话心里有数了，纳米材料和眼睛里出现倒计时完全是80竿子打不着的领域，而申宇飞让他停下研究，显然是知道真相的。现在他终于相信了，这个科学边界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组织，而是有着高深莫测的背景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出，科学边界盯上的其实不是汪淼，而是他所负责的科研项目。那是一种又细又结实的纳米材料，名叫飞刃，因为生产成本极高，目前还无法量产。直到前段时间，汪淼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到了飞刃量产的方法。这篇论文引起了申宇飞及其同伙的关注，他们的上线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要么请客斩首，要么收下当狗。从申宇飞那里回来之后，汪淼是饭不思夜不寐。他回到纳米研究中心，正好手下人提到有台关键设备运行太久，需要停下来维修保养。于是汪淼顺坡下驴，将整个实验项目关停3天。你别说，还真神了。随着整个实验室关机拉闸，汪教授眼中的倒计时还真就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自己眼中的倒计时和申宇飞脱不开干系。汪淼愤怒地把电话打给申宇飞，质问他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啥玩意儿，就为了让他停下研究。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切，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绕到那个可耻的魔术师背后。申宇飞一听，你居然当我们在玩魔术，看来你是一点也不懂啊！那我给你找点好东西看看。为了让汪淼死心，申宇飞决定给他展示一个更不可思议的神迹。汪淼打算3天后重启纳米实验，于是申宇飞就告诉他，3天后找到一个可以观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地方。整个宇宙
将为你闪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什么？在之后的剧情会告诉大家。而为了找到这么一个可以观测的地方，汪淼专门拜访了杨东的母亲，天体物理学家叶文洁。叶文洁虽然老年丧女，但并没显得有多悲伤，反倒帮街坊邻居带孩子，有说有笑的。原著和剧本都在这里借叶文洁之口插入了对杨东的描述，似乎杨东的死是因为他从小就沉迷于数学、公式这一类抽象事物，所以当理论崩溃的时候，人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念想了。所有自杀的科学家里，只有杨东一个女性，这让叶老师觉着是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才导致杨东的悲剧。女人应该像水一样，不管遇到什么，都能趟得过去。到后面咱们说到叶老师的传奇经历，大家就知道这句话有多大的力度了。汪淼和叶老师聊了好一会儿，临走时才说出了真实目的，想让他帮忙找一找哪里能观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叶老师神通广大，当即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沙瑞山。沙瑞山在北京近郊的射电官的基地工作，什么忙都能帮。临走时，叶老师见汪淼精神状态不好，还特地拿出人参给汪淼带上，说是他激励的朋友送给他的，自己高血压用不上。看起来叶老师一定是一个关照后辈的和蔼老人。不过大使并不这么想，他一直觉得对于杨东的死，叶文洁显得太平淡了，这很不正常。史强这段时间一直像狗皮膏药贴在汪淼屁股后，每当汪淼找到新信息，大使就会出现，三言两语扰乱汪淼道心，套出所有情报。史强警告汪淼一件事，那个申玉飞就跟死亡笔记似的，惦记谁谁死，包括杨东在内的所有自杀者都和申玉飞有过接触。大使查到杨东和申玉飞有过一次非常秘密的会晤，当时申玉飞给了杨东一个文件袋，5天后杨东就自杀了，可警方并没有在遗物中找到那个文件袋。和大使聊完，汪淼的精神内耗更严重了，回到家里抄起东西就砸，没想到女儿已经放学了，就在家里。汪淼收敛了一下情绪，随后女儿转达了自己老师的邀请，说是想在周5的时候请他这个物理学家给同学们讲座，但汪淼现在自身难保，只能敷衍孩子，到时候再说。和大使吃饭交换情报，以及汪淼回家发脾气这段都是剧版添加的，一个是给杨东的案子增加一些悬疑感，另一个是为了展现汪淼的崩溃，让人物更丰满。原著里的汪淼直接就快进到了天文观测基地，接待他的就是叶老师的学生，曾经的孔女神，如今的沙瑞山。沙瑞山抱着薯片热情地招待汪淼，汪淼表明自己的来意，说想要看宇宙背景辐射的波动，振幅在1%到5%之间。沙瑞山一听这话，就知道汪淼是个外行。所谓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电磁波，这玩意儿的变化特别缓慢，100万年也未必能看出波动来。如果真的出现了5%的波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宇宙像一盏坏掉的电灯一样不停地闪烁。沙瑞山还强调，这玩意儿就算到了太阳系毁灭的那一天，也不会有什么波澜。想要让它闪烁，除非把盘古请来。然后凌晨1点一过，宇宙背景辐射居然真的波动了起来。这才被吓傻的是沙瑞山，他一连调用3颗探测卫星和乌鲁木齐观测站的数据，确认盘古是真的来了，宇宙的确在闪烁。汪淼看着眼前的波动曲线，忽然意识到更可怕的是，他把波动图打印出来，将闪烁频率换算成摩斯密码，破译的结果居然又是那串倒计时，还有1108个小时。那3天后，倒计时继续，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汪淼想确认会不会3个卫星和地面观测站都出了问题。沙瑞山想了想，说有一种眼镜可以肉眼观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于是沙瑞山赶紧打电话，大晚上把天文馆的人薅起来借眼镜，而汪淼准备一个人前往天文馆。作为科研人员，沙瑞山特意嘱咐汪淼别忘了信息共享，一起发论文。但汪淼却告诉他别研究了，闪烁5点就停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等汪淼拿到了观测眼镜后，看向四周，他不得不承认这是真正的神迹，全宇宙都在闪烁。他甚至在闪烁中看到了倒计时。摘下眼镜后的汪淼彻底崩溃了，他打电话给申宇飞，疯狂质问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却只得到3个字：不知道。汪淼抱头痛哭的时候，史强又凑了过来，简单几句话开导汪淼，然后带着他去吃饭。几杯酒下肚，汪淼说出了自己的所有遭遇。大使对于这种宇宙眨眼的事，只有2个字的评价：扯淡。汪淼觉得大使纯粹就是无知，所以无畏，想跟他讲讲农场主和射手假说，但史强却反过来说：邪乎到家必有鬼，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大使安慰他别想那些屁事儿，喝完酒回去睡一觉。其实大使知道的内情不比汪淼多少，他也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目的是什么。但有一个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绝不能让敌人如愿以偿。科学边界要是想打垮汪淼，汪淼就越得支棱起来。其实在原作里，大使和汪淼聊天的时候，虽然也不知道机密的内情，但他已经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将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情况汇总起来，得到了一个骇人的结论，那就是有一伙可怕的敌人要把科学界搞垮，而且这伙敌人已经强大到让全世界的政府感到害怕。
但是再强大的敌人也有他们害怕的东西，正是汪淼这些科学家们。既然敌人如此强大，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呢？因为扰乱思想比杀人更有效，人死了还有别人，但思想乱了，科学就完了。所以汪淼现在要做的就是正面刚，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在大使的劝慰下，剧中的汪淼也冷静了下来。他回到家，把带有道具师的照片交给大使。大使突然朝汪淼敬了个礼，汪淼也回敬了他。两个男人在这一刻正式成为战友。车上的大使删掉了汪淼纳米怂的备注。回了家的汪淼也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是啊，倒计时结束又怎样？至少他可爱的女儿、温柔的妻子都是无比真实的。汪淼答应女儿的请求，来到学校给孩子们讲课，鼓励孩子们保持追求真理的心，遇到挫折也不能放弃。这话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在纳米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检修完毕后，汪淼毫不犹豫地启动实验。随着一台台设备重启，倒计时再次出现在汪淼眼中。不过这一次他无所畏惧了，甚至可以淡然地用眼前的倒计时来给做饭的媳妇计时。其实给小学生上课还给妻子计时，这两件事是剧本为了展现汪淼从低谷爬出来特意设计的，效果还挺不错。尤其是把讲课和实验重启交叉剪辑，配上激昂的音乐，彻底把观众点燃了。这就是影视相比文字的优势。时间有限，我就只放一小段，大家感受一下。保持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永不放弃。到此为止，咱们大概把剧版《三体》1到5集的内容顺了一遍。看过原剧的观众肯定发现了，咱今天的视频主要以汪淼这个人物为核心，所以一些边角剧情我就没谈，怕路人观众觉得节奏太慢。不过大家放心，这些细碎的铺垫之后都会讲到。整体来讲，在所有的改编剧中，剧版《三体》是少有的把原作供起来1比1复刻的剧。剧里的台词大多是照搬原作的文字，原作中的细节几乎全部被复刻出来。你要问这样做真的好吗？我只能说棒极了。如果编剧的改编不足以超越原作，那照着原作拍就是最高效的做法。而剧版《三体》在高效的基础上，并没有忽略真实性，所以该剧一播出却被观众奉为良心剧。简单盘几个细节，比如开场第一幕戏是在1979年，镜头越过土星时，有一颗人造卫星飞过，那是美国航天局在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第二个细节是这个穿孔纸带，在磁带出现之前，穿孔纸带就相当于是计算机的硬盘，早年许多科幻小说中都有它的存在。随后，一位女士冒着大雪来到发射室，注意，她先打开了1979年中国天文年历，查找10月20日太阳的坐标，这些细节都完全符合那个年代，充分说明剧组的严谨。类似的时间细节还有很多，比如大使和汪淼活动的主线剧情是在2007年，而展现2007年的镜头搭配的是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选拔的报道。另外，史强刚登场的时候，就在用那个时期的诺基亚手机玩贪吃蛇。在汪淼去看叶文洁的剧情里，小孩子们看动画片，里面播的是《红毛蓝兔七侠传》。查韦斯开会时候的电脑，汪淼纳美中心的电脑，可以看到都是 XP 系统，就连出现的聊天软件也是 MSN。原作中，汪淼来申玉飞家里，发现了 HP 小型机，型号是 RX8620，没想到剧组还真就把这古董机给找出来了。另外，剧中出现的良乡加速基地，就是在北京政府电子对照中心取景的。汪淼所在的国家纳米中心，也是真的来到海淀的国家纳米中心拍摄。剧中出现的各种实验报告，以及在纸上和白板上演算的公式和计算，也都是真实准确的。说实话，一部电视剧能做到如此严谨，真的很让人佩服。还有一些彩蛋，就只有书粉才能看懂了。比如汪淼眼睛里出现倒计时，于是紧急刹车，而他所停的位置叫质子路。不明白的观众后面会明白的。第一集结尾时，剧中用一篇论文暗示了叶文洁的身份，她是研究太阳的天体物理学家，也就是那个1979年转动天线并按下按钮的女人。她发声的内容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熟悉原作的朋友肯定知道叶文洁在说什么，不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知道叶文洁摇人了就行。至于为啥摇人，摇到了谁，咱们今后会详说。第二集的结尾有一个杨东墓碑的镜头，上面爬着一只虫子，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在悼念杨东。这个人其实就是原著第2部的主角罗辑。第3集，汪淼来到申玉飞家里，背景里有一块写满算式的玻璃，算的是数学上的三体问题，而另一块背景屏幕上不断的演算三星系统的运动轨迹。另外，申玉飞有一个在寺庙里祈祷的画面，他嘴里念叨的是愿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这莫名其妙的祈祷，咱们都会在后面一一拆解。反正从细节角度来说，三体在尊重原著的同时，也尊重了科学，尊重了那个时代。这些尊重汇聚到一起，其实是尊重了观众的智商。就从这一点，我就愿意给这部剧打高分。
而在人物选角上来说，三体也做得很棒。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对于和伟演史强很担心，但是从效果来看，于和伟对于史强身上的痞劲儿以及毒辣的眼光勾画的十分到位。作为第一部的主角，张鲁一饰演的汪淼也是重中之重。在原著里，汪淼这个角色偏向工具人，第一部用完了就直接扔了，但是剧版把这个角色勾勒得更加丰满立体。而张鲁一那种文质彬彬的模样，不仅完美匹配汪淼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把这种形象演绎得更加富有层次感。这二人的互动也是本剧的一大亮点。其实俩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史强上门请汪淼去开会，但是史强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要审问的做派，而且上来就要抽烟，被汪淼阻止了。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愉快的。之后汪淼来到作战中心，遇到的又是大使。这的大使先道了歉，然后边走边聊，提到汪淼研究了一种叫飞刃的纳米材料，这种材料细小又坚固。大使担心这种材料如果做成了刀，恐怕连大卡车都能砍成2半。对此，汪教授表示了不屑。做成头发丝1%细的一根线，把它拉直了在路面上，就能把过往的汽车像切奶酪一样切成2半。这才是本剧的一大伏笔，大家留个心眼，或者在弹幕上留个心眼。汪淼表示，如果有心犯罪，万物皆可成为凶器，没必要对他的纳米材料做有罪推论。办案无数的大使深以为然，并表示自己以前就办过一个案子。那鱼冻硬以后，后背那一盘刺儿，那就是锋利的刀。用鱼杀人，隔壁狂飙的高启盛直呼内行，估计他8成也是三体的粉丝。第二次见面，汪淼仍然对史强曾有鄙夷，直到会议上，大使根据汪淼的动作判断出他认识杨东，汪淼这才意识到大使深藏不露。最后，大使用激将法下套让汪淼去了科学边界，这都是原作中具有的内容。而剧版又改编了更多的细节，比如让大使给汪淼下套，参加杨东的葬礼；比如汪淼刹车后，大使第一时间冲上去，让淼淼摇下车窗；再比如大使每次都会在汪淼即将崩溃的时候出现，然后3言2语帮他打开思路，让大使和汪淼之间的关系递进的更为合理，也让这个角色有一种保护神的安全感。相比之下，汪淼的人物性格是在他每次面对超自然现象时，都能在恐慌之中进行科学的思考，并进行验证。另外，汪淼这个人物的加戏主要集中在家庭戏份，比如他和女儿、妻子之间的互动，让观众明白，汪淼之所以不会自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家庭这个牵挂。而当他走出灵魂黑夜以后，剧版设计了一场给孩子们讲课的戏份，让这个人物升华。孩子象征的是希望，给孩子们讲课意味着一种传承和交接。有了孩子们的笑脸，汪淼才能踏上寻找真相的新征程。所以我一直说，相比起原作，剧版在人物塑造上来说确实下了功夫。另外，最让我惊喜的一个选角其实是常伟思。大多数人都知道林永健是个喜剧演员，但却不知道他其实是饰演聂荣臻元帅的特型演员，之前也饰演过许多军人形象，在本剧中的表现也相当大气。还记得常伟思把汪淼送出作战中心的时候，说人类能活到现在纯属偶然，既然是偶然，那必然也有被打破的一天。林永健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铿锵有力，更凸显出这段金句所蕴含的哲理。从宏观角度来说，生命的诞生就是偶然，进化出智慧更是偶然。在几万年的文明中，没有被大灾大难所灭绝，这更是偶然中的偶然。既然是偶然，那就迟早有不幸的一刻。这其中蕴含着《三体》3部曲的核心思想。你凭什么认为生存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也蕴含着一种居安思危的哲学。就拿从我们的历史来讲，人类科技爆发也不过几百年，距离上一场世界大战也不过几十年，每一个经济繁荣的周期也不过10余年。我们总以为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也许这都是偶然带来的幻象。但是在剧中，常伟思敢这么讲，肯定是他们意识到什么问题，认定人类的美好时刻结束了。同时，这句话也是一个重要伏笔。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当基数足够大，那么无论概率多低的偶然结果都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人扔骰子玩，喊他连续10次扔的都是6，但是1亿人同时扔骰子，那么总会有一个这么6的人出现。如果是10亿人呢？100亿人呢？宇宙这么大，像地球这样能孕育出高等智慧生命的星球，必然也不会是独一份，只不过离我们太远了而已。好了，再说就要开始剧透了。整体来讲，《三体》这部剧尊重原著，尊重历史，尊重观众，在预算范围内给观众呈现出最佳的效果。当然，这部剧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有3个，一个是多线叙事导致剧情有点碎，在以汪淼为视角的主线剧情中，不断插叙叶文洁、单玉飞等人的剧情，书粉自然能看懂，但对路人观众来说，大大增加了理解难度。原著的视角要更集中一些，读者基本都是跟着汪淼在走。书里在进行宇宙观测之前，汪淼就已经玩过一把3体游戏了。第二个问题，前2集埋藏的彩蛋和细节太多了，这个也不能算缺点。不过就好比中学生初看《红楼梦》，动不动就得翻回去找细节，这样对路人来说确实影响观剧体验。而第3个问题就是节奏失衡，比如第3集一整集翻来覆去，就只讲了一个汪淼眼中出现倒计时的事，你也不能说他注水，因为他几乎完全照着原著拍的。当然有很多细节向观众透露信息，但如果路人观众 get 不到这些细节，就会觉得剧情过得太慢。
当然，这不还有我吗？我会尽量给大家整理主线剧情，让路人看得更直观，也会在视频最后分析一些彩蛋细节，供原著书迷们分享讨论。如果说《三体》这本书带领无数读者进入科幻这个文学领域，那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说，能把更多路人观众拉进三体世界这个大坑。如果您是志趣相投的同志，记得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成为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成为频道中1%的审片人，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